你有没有想过啊，下一代的算力工厂可能根本不在地球上？过去几年 ，AI 把数据中心变成了新的能源怪兽，电力、散热、用水、选址，这些都成为了制约 AI 进化的关键瓶颈。于是，一个听起来似乎很科幻的想法突然被拎到了台面上，那就是把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去。在太空建数据中心听起来啊，有点像是个骗投资人的 PPT 哈，但实际上一场关于轨道算力的圈地运动啊，已经拉开了帷幕。在刚刚闭幕的达沃斯论坛上，马斯克就宣称啊，在未来的2到3年内，太空就将成为部署 AI 数据中心成本最低的地方。而 SpaceX 今年的核心目标就是去验证星舰完全可复用性，接着在未来几年发射由太阳能供电的 AI 卫星，最终可能扩展至数百太瓦的规模。紧接着，马斯克又放出重磅炸弹。在当地时间2月2号 ，SpaceX 宣布已经收购人工智能公司 xAI， 推动其总估值达到了1.25万亿美元。而马斯克透露，两者完成合并之后 ，SpaceX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将会推动部署太空数据中心。而文件显示啊 ，SpaceX 已经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高达100万颗卫星的发射计划。Net effect is that the lowest cost place to put AI will be space, and that'll be true within 2 years, maybe three at the latest. 而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在1年多以前也已经秘密组建了开发团队，用来打造轨道 AI 数据中心的专用卫星。We're going to start building these giant gigawatt data centers in space. 谷歌也在最近发布了一项名为 Suncatcher 捕光者的太空数据中心计划，预计将在2027年把第一批机架级算力送入轨道。There's no doubt to me that a decade or so away, we'll be viewing it as a more normal way to build data centers. 而且大佬们不只是停留在研究阶段，有些已经真正开始行动起来了。就在不久之前，英伟达刚刚通过初创公司 Star Cloud 将一颗搭载了 H100 GPU 的卫星送入了轨道，并且首次在太空中完成了 Nano GPT 模型的训练，标志着太空算力建设已经进入到了实践验证阶段。 This moment right here Star Cloud 1 separation confirmed. could represent the birth of an entirely new industry, data centers in space. 所以呢，今天的太空数据中心似乎呢，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了，而是谁能先把它做成。那么，为什么科技公司宁愿忍受极高的发射成本，也要把服务器送上天？在10000米高空的真空中，数据中心究竟应该怎么建？当算力离开地球表面，真的能跑出更便宜、更高效的 AI 吗？那今天这期视频就让我们走进太空数据中心。但要理解为什么数据中心要上天啊，我们得先看看现在地面的日子有多难过。如果现在你问硅谷大佬们 AI 进化的终极瓶颈是什么，他们大概率不会说是算法，也不是人才，甚至呢也不是芯片，而就是2个最基础的物理限制：电力和散热。在我们之前的一期关于数据中心的真实账单的视频当中啊，就曾经细致的拆解过。虽然供电和冷却设备加起来不足整个数据中心建设成本的10%，但却是数据中心现在真正被卡脖子的地方。现在的地面数据中心本质上就是一个吞电巨兽啊！当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持续用电规模已经从过去的几十兆瓦跃升到了数百兆瓦，甚至呢逼近了1吉瓦。1吉瓦是什么概念呢？如果一个系统以1吉瓦的功率24小时全年无休运行，一年产生的电量大约是 8.8 太瓦时，差不多相当于一座中等规模城市一整年的用电量。那 AI 带来的问题啊，还不只是吃电，而是几乎所有电最后呢都会变成热。以 H100 这类高端 GPU 为例，单卡功耗已经接近700瓦。一个训练集群动辄成千上万张卡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散热正在成为比算力更昂贵的系统工程。随着全球 AI 算力需求的指数级提升啊，传统的风冷技术已经很难满足高密度算力设备的散热需求，于是呢，液冷变成了必需品。数据显示，一个大型数据中心每消耗1000瓦时的电力，往往就需要1到2升淡水用于冷却。这意味着一个100兆瓦级 AI 数据中心每天就可能消耗上百万升水。
更麻烦的是随着 GPU 功耗继续上升，冷却系统的效率提升正在明显放缓。但是 AI 想要继续向前发展，仍然必须依赖大规模的能源消耗。AI 巨头们为了获取电力，可以说是绞尽脑汁，收购改造发电厂、自建电网、抢购燃气轮机、研究核能，地面已经卷入了一场 AI 能源战争。于是呢，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问题呢也就自然的浮现出来了，那就是有没有一个地方能源更充足、更加稳定，散热呢也能够更加的直接高效？那么答案就是太空。那么大气层以外太空给人类准备了3份厚礼，那是地面永远无法提供的算力天堂。第一份厚礼是能源。在地面，能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涉及到发电、输电、储能、调风、碳排、土地等等环节。哪怕是最理想的新能源体系，也绕不开天气变化和季节波动。但在太空的近地轨道上，太阳能的逻辑则彻底不同，没有大气层的折射，没有云层的遮挡，更没有昼夜交替。只要电池板够大，理论上你就能获得24小时不断电的几乎零成本的清洁能源。计算数据就显示在地球轨道上，太阳能的利用效率是地面的8到10倍。这意味着能源第一次变成了连续变量，而不是间歇资源。而对于 AI 的发展来说，这一点极其关键，因为 AI 的训练和推理最关键的不是便宜的电，而是需要长期稳定、不中断的功率输入。而如果把视角再拉远一点你会发现太阳能还只是太空能源金矿的冰山一角。我们今天在太空里用的太阳能，本质上只是太阳聚变反应的副产品。太阳本身是一个已经稳定运行了45亿年的天然核聚变反应堆，它每一秒释放的能量都远远的超过了整个人类社会所需要的总和。如今为了获取能源很多投资者们扎堆去研究制造小型聚变反应，而马斯克对此表示这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我们头上早就挂着一个免费的不会熄火的终极能量源。That would be like having a tiny ice cube maker in the Antarctic and say, hey, look, we made ice. I'm like, congratulations. It's like 3-kilometer high glaciers right next to you. 第二份礼物是散热。在地面我们要用巨大的风扇和昂贵的液冷系统，但太空的散热是完全不同的一套物理法则。AI 运行会产生聚热，而太空背景温度仅为3开尔文，只需要将散热器背对太阳就能够获得高效的自然冷却。在真空环境中，热量不需要被搬走，而是可以以辐射的方式向深空释放。我们可以通过巨大的辐射散热板直接把废热丢进宇宙。前微软能源战略经理伊芬徐就告诉我们，这意味着 PUE， 也就是能源使用效率可以无限的逼近于1。太空中的温度呢是非常的低的而数据中心我们知道，像传统的数据中心的话，可能有接近4%的电力是用来给数据中心制冷，而不是用来给数据中心的算力供电的。所以在太空中，如果能够非常好的利用太空的接近绝对0度的这样一个环境呢，那数据中心产生的这个废热就可以通过辐射散热的方式直接排到深空当中。这样的话数据中心的这个电力使用效率就可以在理论上接近于1，也就是说在给数据中心提供这个电力当中呢，几乎所有的电力都是用来给算力提供电力，而不是用来给制冷提供电力的。而第3份礼物是极低延迟。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比在光纤里快30%。通过激光链路，太空数据中心可以绕过复杂的陆地网络和海底电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算力秒达。当算力节点开始出现在轨道上，它们不是远离地球，而是有可能在特定网络拓扑中变成更接近用户、更快的中继节点。所以说呢，太空同时满足了持续能源、极端散热、接近物理极限的通信条件，而这3件事正好也是 AI 算力当下最稀缺的3样东西。但是呢，这个听起来完美的方案在现实中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入场券问题，那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够把那些比钢琴还重、比磁吸还脆弱的服务器塞进火箭，再精准的部署到轨道上呢？太空数据中心究竟该怎么建呢？目前来看全球的探索已经逐渐收敛为2条主流路径，一条是在轨边缘计算，另外一条是轨道云数据中心。这2种探索，一个解决现在的问题，一个压住未来的规模，解决的是不同层级的问题，也代表着不同阶段的野心。
那么关于这两种路径啊，最近浙江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呢，也在 Nature 上联合发布了最新的研究，首次系统性的提出了完整的技术框架。我们此次呢，也是采访到了该论文的第一作者 Ablimit Ali 博士，来帮我们理解一下两种路线究竟有什么区别，都怎么建呢？首先来看在轨边缘计算模式。边缘数据中心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云，它的核心逻辑相对简单，就是不再把卫星采集到的所有数据都传回地面，而是把 AI 加速器直接送上已经在运行的卫星，让数据在太空中就被分析、筛选和压缩，适用于一些规模较小、更加专用的场景。边缘数据中心主要是就是考虑单个，比如说卫星或者较小的一个卫星群，比如说这些卫星群可能就提供一些遥感服务啊，或者成像服务啊，是什么的，对吧？OK， 我们为了要就是对他们进行一个升级，我们升级的时候加上更好的一个算力，比如说 AI 加速器，提升这些卫星的就是特殊的计算能力，比如说这个图片处理啊，这种计算能力，然后大大的降低这些卫星需要传输给这个地面站的这个数据量。首先，这个会大大的降低这个一个服务的一个延迟时间，间接的也会降低这个地面的数据中心需要处理的一个数据量。目前在轨边缘计算的一个代表性成功案例是 StarCloud 与英伟达的合作。去年11月 ，StarCloud 成功将英伟达 H100 GPU 送入轨道。他们发射的 StarCloud One 卫星搭载了一颗 H100 级别的 GPU， 整套算力系统只有60公斤重，大小相当于一台小型冰箱。这颗卫星的任务并不是展示算力，而是直接接收来自合成孔径雷达 SAR 卫星群的数据，在轨道上完成实时处理，再把结果传回地球。截至目前啊，它在太空中完成了几个重要的任务。第一呢，是它成功调用了谷歌的开源模型 Gemma， 并且向地球发出了"嗨，地球人，你们好"的亲切问候，仿佛是一个地外智慧生命啊。二呢，是使用了莎士比亚全集训练由 OpenAI 创始成员 Andrew Karpathy 打造的 NanoGPT， 让模型能够以莎士比亚式的英语进行表达。此外呢，它还可以实时读取传感器数据，做出实时情报分析，比如瞬间识别野火热信号等等，并且及时通知地面人员。那 StarCloud One 的成功呢，也意味着太空中的算力第一次不再只是辅助系统，而开始直接参与计算本身。那在轨边缘计算之所以成为太空数据中心建设第一条被跑通的路线，背后呢有着非常清晰的技术和商业逻辑。首先啊，在轨边缘计算的技术难度相对可控。所谓可控啊，并不是因为把 GPU 送上天这件事很容易，而是因为它在做的是对既有技术的延伸，而不是一次系统级的重构。首先，在硬件层面，这条路线并没有发明新的计算架构，使用的依然是成熟的数据中心级的 AI 加速器，只是把它们重新封装适配太空环境。其次，在系统层面，在轨边缘计算不追求复杂的算力调度和多节点系统，而是一颗卫星对应一类特定任务，比如说遥感图像处理、气象、灾害监测、军事侦察等等。因此啊，它更像是一台任务专用的算力设备，而不是一个分布式云系统。由于这些任务本身就是高度确定，也意味着算法、算力规模、功耗、散热都可以在发射前被充分设计和验证，而不是到了轨道上才临场发挥。而且啊，即便某一颗算力卫星出现问题，它的影响也是局部的、可隔离的，不会像云数据中心那样牵一发动全身。此外啊，在应用层面，它的商业模式非常清晰，通过在轨计算能够显著减少下行带宽压力，降低通信能耗和显著缩短决策延迟，为各类任务进行服务。因此呢，这不是未来算力的故事，而是立刻可量化的效率和收益。除此之外呢，在采访当中，阿里博士还表示说，在轨边缘计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呢，这条路线正在帮助完成一件关键的事情，那就是验证算力在太空能否长期稳定可靠的运行，从而呢为未来真正建设轨道云数据中心打下基础。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第一步，因为你要验证几个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 GPU 在太空中的一个算力。因为太空中的就是环境和地面上的环境很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的点就是太空中有很多那种高能粒子，是吧？它对计算设备的影响就是大很多。首先他们要知道 GPU 能不能提供他们想看到的一个算力，然后他们也想看到这个 GPU 能不能承受这些即时粒子，能不能提供几年的或者10年以上的那种这个服务。
不过呢，因为在轨边缘计算主要服务于特定任务，所以呢，它也有非常清晰的天花板啊。它更适合图像识别、目标检测、事件筛选，而不是通用的大规模计算。而且呢，从物理角度来说，因为受制于卫星体积、供电和散热，它也不可能无限堆叠 GPU， 更谈不上训练超大的模型。所以在轨边缘计算更多的是一种对太空数据中心的验证和尝试，而轨道云数据中心的目标则是更为直接、更为大胆，那就是在太空中去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云计算基础设施。这条路线不再围绕某一类的特定任务，而是试图在轨道上形成多算力节点，高速星间通信，受到统一调度与编排的系统，最终让太空中的算力能够像地面云一样被调用、被分配、被扩展。目前最成体系的轨道云设想之一，就是来自于谷歌内部的 Suncatcher Project 捕光者计划。它的核心思路是在轨道上部署相对固定位置的算力平台，通过持续稳定的太阳能供电，为地面的数据中心提供算力补充。在这个设想中太空算力并不是独立运行的外星系统，而是被纳入现有云计算体系当中，成为地面云的一部分。它不追求全球移动覆盖，不承担用户直连通信，主要任务是为地面数据中心分担算力压力。简单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悬挂在太空中的超大规模算力机架。他们的发那个 archive 的文章里面，他们几十个卫星就是形成一个群，它不是覆盖整个地区，它是一个群体，然后就是一直保证大概这样一个形状。我猜他们的考虑就是为了保证他们在太空中在某一个位置能够跟他们地面上的数据中心就是实现就数据通讯这样一个目的。在谷歌发布的该计划论文中已经非常详细地阐述了 Suncatcher 系统的设定、建设方案，以及进行了成本测算。从模式上来说Suncatcher 计划几乎是把地面数据中心拆成很多小单元，再将它们逐一太空化。它的设想是在日照更稳定的晨昏轨道里铺开一批带太阳能阵列的卫星，每颗卫星上放上 Google TPU 加速器，卫星之间用自由空间光通信互联，再用一套更智能的控制系统，让这些卫星可以在太空里贴身飞行，靠得很近但不撞车。论文中还举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结构，那就是用81颗卫星形成半径1公里的集群。在硬件方面，谷歌专门为太空数据中心研制了特别版本的 TPU。通过对 Trillion TPU 做的辐射测试，实验结果显示，在等效约5年轨道任务寿命的辐射剂量下 ，TPU 没有出现致命性失效。而在成本方面，谷歌基于 SpaceX 的发射数据做了详细的学习曲线分析，推测到2030年代中期 ，LEO 也就是低地球轨道发射成本可能可以降至小于$200每公斤的量级。而如果新建实现了重复使用，发射成本甚至有望降至每公斤$60甚至$15。那么按照谷歌的计划，2颗圆形卫星预计在2027年年初发射，届时将会测试 TPU 在太空中的实际运行情况，同时对光通信链路进行验证。那如果说谷歌是从数据中心出发，把它拆成卫星编队再搬上天，那 SpaceX 的路线则是刚好相反，它是从卫星星座出发，让星座进化成算力云。SpaceX 手里有一个现实存在的规模最大的低轨星座，就是 Starlink。截至目前 Starlink 大约有9300颗活跃卫星，占所有在轨可运行卫星的大约 65%。卫星之间通过激光链路高速互联，这意味着如果想要在太空里做分布式系统，那么 SpaceX 是少数真的拥有分布式硬件底座的公司。SpaceX 的设想是让部分 Starlink 卫星逐步从纯通信节点演进为同时具备通信与算力能力的节点。那么这样一来算力不再集中在少数固定平台，而是分布在整张轨道网络当中。那具体该怎么去实现呢？实际上，现在已经在天上的 Starlink 卫星不会直接变成数据中心，必须通过改造后的新一代卫星才能够真正承载计算任务。今天已经在轨运行的 Starlink 卫星核心任务只有通信，它们负责用户接入、数据中继和星间激光链路转发。这些卫星虽然具备一些算力，但是并不是为了高密度计算而设计，所以把它们直接升级为数据中心，在工程上并不现实。所以接下来 SpaceX 更可能要做的是在后续的发射中引入一类全新的被改造过后的算力增强型卫星。
这些卫星在设计上会发生明显变化，包括更高的供电能力、专门为算力设计的散热结构、更强的星间通信接口等等。这些卫星的核心身份是网络中的计算节点，而不是纯通信节点。而当新卫星被发射上天之后，它们会与原来的 Starlink 通过星间激光链路连接在一起，共同组成一个在轨的分层式云系统。艾利博士在采访中就表示SpaceX 的这种方案跟他们的研究团队从多年前所开始思考的轨道云数据中心建设方式是不谋而合。我们提出那个云数据中心那个框架，就是基于现有的一个通信卫星，比如说这个 Starlink， 在那个基础上，我们就加上就是通用服务器这种就是其他的一个设备，然后加大太阳能板，加大那个冷却板，或者加更多的冷却板，然后加上一个更好的一个宽带这些能力。所以这个思路上就很类似 SpaceX 他们。这种模式的核心特点是它并不追求一次性就建成超大规模算力中心，而是依托现有 Starlink 星座不断叠加节点能力，让轨道网络本身慢慢具备计算属性，进而形成一个覆盖全球动态调度分布式网络。它的优势在于演进成本更低，并且风险可控，就算某个算力节点出现问题，也不会拖垮整张通信网络。除了在轨边缘计算和基于星座的轨道云，还有一种更加直接也更地面思维的探索方向，那就是在太空中建设集中式的数据中心。它的核心思路很简单，不把算力分散在大量卫星上，而是在太空站或者大型在轨平台当中集中部署机柜级算力系统，就像把一座小型地面数据中心给整体搬到轨道上。目前这条路线更多停留在研究与早期工程验证的阶段，但是有一些机构和创业公司已经在布局了。在航天机构层面，包括 NASA 和欧洲航天体系都曾经在国际太空站 ISS 的环境当中进行过在轨计算、数据处理和边缘算力相关的实验。此外呢，一些探索太空商业公司也在研究在空间站嵌入数据中心的可行性，包括 Axiom Space、Voyager Space 等等。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它的结构集中，维护逻辑清晰，最接近地面数据中心的工程思维，但是代价同样明显，极高的发射和在轨建设成本，扩展性有限，以及强烈依赖在轨维护能力。首先就是它的算力比较集中，对吧？就跟这个地面上的数据中心比较类似。它算力比较集中的话，它的这个各个机柜或者是芯片之间的通讯的速度就会更可靠，更快延时更低。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可能在运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可靠性可能会比较难，是吧？如果是分布式的数据中心的话，那一个小的卫星上的这个算力，如果节点出了问题的话，那还有几十个、几百个其他的节点在，是吧？如果是这样一个集中式的大型的这个数据中心，如果是遭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有可能会同时影响到很多个数据中心的算力。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一幅相当完整的太空数据中心建设图景了。有的呢选择从最务实的在轨边缘计算入手，有的呢试图直接去构建真正的轨道云计算体系。那虽然他们的路径不同，节奏不同，但是他们指向的都是同一个方向，那就是算力正在被认真的推向轨道。不过呢，当这些路线开始从计划图纸走向工程和现实世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太空有太阳，有真空环境，似乎好像天生就适合算力，但当进入工程层面却没有那么简单。这是目前的一颗普通的通信卫星，你看到它左右展开的两个大翅膀就是太阳能板，负责为整颗卫星提供电力，是它最主要几乎也是唯一的能源来源。在卫星的中间是一个相对紧凑的盒子，这就是卫星平台，这里面包含了姿态控制、推进系统、电源管理、热控和计算控制单元，负责让卫星在轨道上稳定运行，精确指向地面。而卫星前方或者下方这些突出的结构是通信载荷，它们负责接收来自地面的信号，进行简单处理和放大，然后再转发回地球。传统通信卫星的设计目标非常明确，尽量少算、少热、少功耗，把复杂计算留在地面，自己只做信号中继。而要把算力真正的搬到卫星上改变的就不只是多加一块芯片，而是会从能源散热到结构设计，把整个卫星的工程逻辑全部推翻重来。
首先发生变化的就是能量系统。为了支撑持续运行的计算单元，平均到单个卫星的太阳能板需要更大面积，电源管理系统也就必须更复杂。因为算力要的不是平均电力，而是稳定、持续、不掉线的功率输入。就比如说100兆瓦的太阳能的发电站在地表上呢，它可能会相当于200个左右的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是非常大的。那如果同样的太阳能板要放到太空当中呢，可以想象可能也会展开了之后需要至少几十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吧。所以这就意味着你要想办法从工程上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用更轻质的材料，是吧？更高效的材料然后去把这个太阳能板把它折叠好，然后发射到太空当中，然后再把它展开。然后在平时的运营和维护的时候呢，你还要想办法用自动化的方式比如说可能你需要用到机器人等等去对这个太阳能板呢进行维护，然后这就和在地面上哪里出了问题之后，你可以派一个工人去排查，是吧？去修复，就完全不一样了。接着变化的就是卫星的中枢。在传统通信卫星中，中间的这个盒子主要负责控制和调度，而在算力卫星里这里会多出真正的计算载荷，也就是 AI 加速器、存储模块、数据处理单元，它们将会成为新的核心器官。随之而来的是散热结构的变化。通信载荷产生的热量有限，但是算力载荷会持续发热，这意味着卫星外部必须增加专门的辐射散热板，把热量稳定地送向深空。而这些变化会让卫星重量和结构重心发生改变，进而呢也对发射能力和星座部署节奏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即便技术上可行，太空数据中心依然要面对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工程实现的复杂度以及建设成本是否可以承受。在地面，数据中心的建设流程高度成熟，设计、施工、通电，每一步都有标准化路径。但在太空，工程流程被迫拉长成一条复杂的链条，从系统级设计到模块化制造，然后进行多次发射、在轨展开、联调运行，接着还有运行维护、退役处置。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决定前面所有投入是否作废，这就让工程本身就必须极度保守。我们在上一期数据中心建设成本的视频中就分析过，目前要建设1吉瓦的地面数据中心大约需要516亿美元，但要建设太空数据中心呢？目前太空数据中心的成本结构就主要包括了能源系统，也就是空间太阳能阵列；散热系统包括了超大面积辐射散热器、算力与航天级系统封装、发射和在轨组装等4大部分组成。其中光发射和在轨组装成本这一项就几乎要追上地面数据中心了，因为为了能被送上去，算力、能源、散热系统都必须被拆分、减重、重新封装，这不仅会提高单瓦算力的制造成本，一旦规模上升到100兆瓦、吉瓦级，发射次数就会变成一个不可忽视的成本乘数。根据 NASA 还有 JPL 等机构的测算，要在太空中实现1吉瓦级持续功率的在轨能源系统，大约需要数百万平方米级的太阳能阵列，这就意味着系统总质量甚至会达到上万吨级。而即便是按照 SpaceX Falcon 9最低的内部发射成本大约1500万到2800万美元每公斤来计算，这一部分的整体投入就已经达到了200到300亿美元。此外呢，地面数据中心可以容忍一定比例的故障，因为硬件可以随时更换，但是太空数据中心就不行。算力系统必须在多年无人维护的条件下稳定运行，这也意味着更高规模的元器件、更严格的测试周期和更慢的技术迭代节奏。最终的结果是每1瓦算力都要承担更高的生存成本。所以当把所有环节纳入，哪怕是非常保守的估算，现在1吉瓦的太空数据中心的建设成本都可能上探到1000亿美元。不过呢，Ethan也表示虽然现在去建太空数据中心还非常的贵但是在发射成本大幅度下降的前提下，由于能源方面的成本几乎为0，未来太空数据中心也可能在整体的生命周期成本上要优于地面系统。我觉得太空数据中心可能从本质上来讲，它从经济上来算的话，它基本上就是想用未来可能几十年的特别低的运行成本上的优势，去弥补自己的这个前期投入成本上的这个劣势，是吧？如果前期投入这个成本还能不断的降低，同时这个未来长期的几十年的这个运行成本还能不断的降低那么
这样总体算起来的话，这个太空数据中心很有可能是相对于地面数据中心在未来几年的话会实现一个成本上的一个接近，甚至比地面的数据中心的成本还要低的这个潜力的。那即便是技术和成本上可行，太空数据中心还面对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那就是监管。无论我们采用哪种形态来建设太空数据中心，本质上都会带来数量级增加的在轨设备。也就是说，为了实现数据中心级的算力，卫星群甚至会把地球给包围起来。而在近地轨道已经日益拥挤的情况下，这也带来了整个轨道的系统性问题。首先是轨道拥挤，算力卫星往往更重，寿命更长，运行状态更复杂。当不同国家、不同公司、不同类型的卫星同时在同一轨道层运行，协调难度会被成倍放大。另外是碰撞风险与太空垃圾问题。一旦高功耗算力卫星发生失效，如果不能被及时可控的离轨，就可能成为长期存在的碎片源。而碎片一旦产生，就会在轨道上以极高速度传播风险，影响的不只是单个的项目，而是整个轨道环境的长期安全。这也意味着太空数据中心的推进不仅需要技术和资本，还需要一套新的轨道治理方式、更严格的离轨和退役标准，以及跨国、跨运营方的长期协作。那么我们了解了太空数据中心所面临的一系列技术成本还有监管挑战之后呢，有一个判断就变得更加清晰了，那就是太空数据中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条会短期见效的路线。而从整个算力体系的角度来看，未来太空数据中心更可能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地面数据中心的替代者，而是一个补充性的存在。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地面数据中心依然具备无可替代的优势，成本更低，部署更快，维护更灵活，生态也更成熟。对绝大多数通用计算任务来说，把算力放在地面依然是最经济、最高效的选择。而太空数据中心的建设意义不在于今天更便宜，而在于它提供了一条不再完全受地面物理条件约束的算力增长路径。当算力规模持续膨胀，地面数据中心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能源供给、散热能力、用水压力、土地资源等约束的时候，太空所提供的是一种长期可行的备选方案。因此即便是太空数据中心真正开始建设，更现实也更可能出现的形态并不是算力整体上天，而是地面与太空并存的混合算力体系。地面数据中心继续承担主体算力、核心存储和高频交互任务，而太空数据中心则在特定场景中发挥作用。太空数据中心在某一些场景下应该是非常的可行的，就比如说在 AI 的训练过程当中是需要大量的能量的，但是 AI 训练它的客户主要是公司内部的一些科研人员，并不是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消费者，是吧？所以它是可以把AI 训练这样能量消耗特别大，对延迟要求不高，同时对可靠性要求也不是那么高的这样的算力的需求呢，把它放到太空当中去进行。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随着这个太空科技的发展，有很多太空中的数据就是在太空中采集的，然后也需要在太空中去计算，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太空数据中心可以作为一种边缘数据中心的方式去存在。但如果说地面数据中心定义了过去20年算力增长的方式，那么太空数据中心更像是在为下一个算力时代提前去铺设一条尚未启动的基础设施。今天的它依然昂贵、复杂、充满争议，距离规模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它所回应的是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当算力需求继续膨胀，地面世界是否还能够无限承载呢？也许在短期内太空数据中心不会成为主角，但是它正在提醒着我们，当人类开始认真讨论把云送上轨道，那么这意味着算力已经被当成一种需要跨越行星尺度来思考的基础资源了。太空数据中心的意义或许不只是它什么时候能够落地，而是在于它也让我们意识到，人类计算的边界如今已经不再止于地球了。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以上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了。你们的点赞、关注和评论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倩，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